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有关辛亥革命的议题，引起许多的一些回响特别这个题目当初的内容就是中共决定好好来庆祝辛亥革命110周年其实从我们节目的角度，从我们这个台湾民众角度来讲，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当然，它里面扣连的部分就是要做所谓的祖国的统一，所以在孙中山所推行的这个三民主义，所谓的民主、民权、民生，在民主的部分来讲，就很清楚的点出了他希望把中国融合、中国统一、中国要团结。老实讲，中共不过就是截取了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元素贸然就来扩大说，台湾数典忘祖，台湾人是不是背弃了孙中山的思想？因为毕竟台湾还是称孙中山是我们的国父但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有必要来澄清这个错误的一些概念。其实我想，我们最简单的部分，从辛亥革命的时间点很容易看出在1991年发起的辛亥革命，那中国共产党也不过在1921年的时候才成立。也简单的说来讲，在当初发动的辛亥革命根本跟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任何的关联那在看到中国的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政，这离辛亥革命又更远更好笑的是，他并没有沿用当初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他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表示你是另外一个你认为推翻了中华民国，你重新建构了你的一个政体。那我也不知道你在庆祝辛亥双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统一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那你应该庆祝秦始皇是不是统一中国，或者你要不要去庆祝这个成吉思汗等等。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中共在这部分来讲，我们认为他还是有点在欺瞒，在愚民主义所以我们看到非常滑稽大家如果回头再想一想，当初这个孙中山要去推翻满清，目的呢当然是推翻这个帝制，希望解决这种我们谈到的这种威权独断的状况。那我们现在所看到中共在施行的这些政策跟主义，难道不是一样威权的复辟吗？这个叫做民主吗？它可以容许不同的意见来做表达吗？其实我们在看到孙中山在谈到的这个民权相关的主义里面，就很清楚的谈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那三民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在谈到的民主、民权、民生，在我们谈到的五权分立，在谈到的是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那这个我们的说法是，宪法有点像是国家跟人民的合约书我们会去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合约书，让人民、让国家必须依着宪法的方向来做执行。其实我们都已经进展到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发展方向，台湾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层次。我们看到中共现在还抱持的让人觉得可笑的，去在谈到追随这个孙中山的脚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要追随什么脚步，就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不过是拿一小块这个谈到民族自觉、民族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上的这些诉求，就想要把所有我们现在所看到他自己所谓的倒行逆施做的不好的事情，想要一并来做含夸，也想要来骗这些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人。最简单的说我们为什么说他没有去落实这些内容？大家如果再回到辛亥革命原来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满清政府推翻这种帝制那某个角度来说，当初那么辛苦，希望来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吗？从中的角度来说，甚至现在习近平更为被诟病的是，原来他们还有任期的制度，现在习近平更是打破了任期的制度，想要永远的执政下去。那这真的是原来辛亥革命所期待得到的结果吗？也就是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事情，中共现在在做的事情，根本就是回到辛亥革命原来要革命解决的问题。那这样的政党怎么有脸来庆祝辛亥双十？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是非常惊讶的事情。当然，像这个部分来讲，也让我们难免会好奇，习近平不只是针对辛亥革命的部分做了一个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我们必须要来批判的部分是，难道中共内部没有人才吗？为什么只能定于习近平一尊呢？为什么只能他持续在做连任？一般来说
说，当一个政党有个人不断的想要做连任的动作，那就代表他认为身边没有人才，非得要他不可，只有他是天授神权，只有他就是天子，非他不可。这个难道会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反问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你们都没有人才了吗？难道你们都没有人认为可以足以来扮演带领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为什么最后只能定于一尊，定于习近平？我觉得这部分是值得我们好好来做一些思考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你们自己内部都可以为这件事情来思考一下：为什么非得习近平？难道中国共产党没有人才了吗？其实我想真的要回顾辛亥革命的部分来讲，但我觉得台湾至少愿意来面对这些问题来做一些讨论哦。其实我们看到台湾在这段期间不管是我们看到了解严、政党的这些开放，到包含我们的总统的直选，其实台湾在面对民主过程当中，甚至经历过3次的政党轮替哦。有人说台湾真的很了不起，因为这至少在华人世界来讲，这个没有进行到流血的这些政党轮替哦。到现在我们看起来至少朝向这个比较健康的这些政党政治的一些相互的一个竞争拉拔，我们觉得台湾的确才是实行在原来孙中山所希望来带领的整个国家情势方向的一些改变哦。这我觉得台湾才是值得来称赞、值得来自诩哦。但我们反观中国共产党在你1949年建政之后做了哪些事情？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了6·4天安门的血腥的镇压，包括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个新疆蒙古对于这个西藏所有的这些不同民族的这些打压，那甚至我们看到在最近期的对于香港这些所谓一国两制的摧毁。这怎么可以说出你是这个所谓的赶来纪念这个所谓辛亥双十的日子哦？我们反而认为中共其实反而就是一个破坏整个辛亥革命最原始希望达到目的的一个政权哦。这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在谈到这个孙中山，如果我们很讽刺的说，孙中山在谈到民主主义的时候，他很重要提到民主要能自觉，民主要有权利来自觉。那我们来反问一下，难道现在新疆、西藏他们在谈到的民族的自觉，这为什么是错误呢？他们反而在奉行当初孙中山不是在谈到民族主义里面所说的精华吗？原来显然民族主义就是要你说了算，原来只有中共在领导之下的民族才是叫全世界最伟大的民族，然后所有的这些我们其他的民族就必须要依附在你底下，甚至你开始同化消灭他们，这难道是最早我们所期待的这些内容吗？我觉得这值得好好来做思考。其实我想我们在辛亥革命，就我们自己在节目当中还是说很多次，我们很多来宾也语重心长的说了，我觉得台湾基本上还是一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灯塔，我们还是一个反共的一个滩头堡。我们一直对于现在国内许多的政党忘记他原来的初心，大家也会有点失望跟失落。那如何让台湾，我觉得在我们民主自由的价值，让大家证明事实上台湾是一个我们的华人是有能力来享受自由民主，华人是有能力建构一个我们认为融合西方跟东方文明，跟我们在谈到华人价值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的示范来讲，台湾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成为典范的一个国家。我真的希望台湾的内部不要产生这种我们一直说唱衰，然后对于自己国家里面的这些进步视如粪土，然后把它嗤之以鼻甚至我们最怕的是外部不当的一些敌对势力不断的说谎，不断的造谣，造成台湾内部的分裂了。我觉得辛亥双十、辛亥革命对于这个华人，对于台湾人来讲，其实是的确值得来沉淀思考的部分。我们应该去截取较好的部分，去把不好的部分做改善，而不要学习中共只是理盲的借由这个辛亥双十的图腾来行使它这些不当目的了。我觉得台湾民众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应该展现出我们更不一样的一些特质。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做辛亥双十这个题目里面，我们有感而发延伸的这些内容，希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那我们继续为于所有的自由民主价值而奋斗。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收视已经快突破20万了，对我们来讲每次都有在成长，虽然这速度并不是那个爆发式的，但
但只要每次都有成长，就代表我们都有进步，也代表我们的努力都有被看见，大家都愿意支持。当然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转传、按赞，帮我们这个订阅、分享。当然，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有任何的一些批评指教，都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再次感谢大家支持我们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谢谢大家。